都说不要卷，结果暗地里都在卷。而且在卷这条道路上，天花板级别的境界就是似卷非卷。而大洋彼岸一个叫艾森豪威尔的小伙，就是在卷这一方面已经登峰造极。1953年，打赢了二战的5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拎着高尔夫球杆溜达进了总统办公室，整个北美都以为这大爷是来养老的。商界巨头们指望他手起刀落，把前任留下的老百姓福利全砍了，政敌们则搬好小板凳，等着看这个只会打仗的政治小白闹笑话。一个标榜自己啥也不管、无为而治的保守派，背地里却把手伸进了每个普通人的饭碗。这看似平淡无奇的8年，背地里已经卷出麻花。按理说，共和党阔别白宫20年，好不容易把民主党赶下台，新官上任3把火，第一把火肯定得把前任的政策烧个干净。但他偏不，他是个经历过残酷洗牌的百战老将，甚至一个底层的权力逻辑，老百姓一旦习惯了上面发福利，这时候谁敢把福利撤走？谁出门就得挨烂番茄。于是他玩了一手漂亮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他高喊我们要控制预算，管理层少插手。他一上台就签了沉水地法案，把沿海的石油和矿产开发权从华盛顿手里拿出来，甩给了各州。紧接着他又干脆利落地取消了战争时期的物价和工资管制，这让保守派老铁们直呼痛快，觉得终于选对人了，这老头能处，有事他真不管啊。但背地里呢，他一转身就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内阁大部门，就是卫生、教育及福利部，简称 HEW。简单来说，艾森豪威尔把北美管老百姓从摇篮到坟墓的业务全给打包塞进去了。这个超级大部门主要统管3大块：第一，卫生，包含了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管食品药品的 FDA， 还有搞医学研究的国立卫生研究院。说白了，你吃的安不安全，生病了有没有药治，归他管。第二，教育，原本在大洋彼岸，教育是各个州自己关起门来管的事，华盛顿插不上手。但 HEW 成立后，上面的资金和手腕正式伸进了各地的大中小学。第三，福利，你的养老金、残疾人救助、孤儿寡母的抚恤金，全在这个盘子里。以前这3摊子事散落在各个边缘角落，像没娘的孩子。艾森豪威尔大手一挥，全给我合并，直接受椭圆形办公室领导。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这简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此之前，如果你老了、病了或者失业了，上面虽然也给点救济，但那种感觉就像是施舍，随时可能因为换了个当家人或者财政没钱就给断了。老百姓心里没底，每天都在走钢丝。但 HEW 一旦挂牌成为内阁部委，性质就彻底变了，它意味着福利不再是施舍，而变成了公认的法定底线。然而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自然是好事，但对于华尔街的大老板们来说，就是哭晕在厕所的伤心事。在这个部门成立之前，商业巨头的游戏规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们希望干预越小越好，最好啥也别管。要维持这么庞大的福利体系，钱从哪来？当然是收税。企业主被迫要为员工缴纳更多的社会保障金。当然后期大老板们也会告诉底下不明真相的民众们，如果上面不收这笔钱我原本是可以发到你工资里的，是上头以福利的名义拿走了你的钱。这套话术投喂了几十年后，产生了化学反应，导致了后来出现了一大批底层的铁锈带蓝领。他们明明自己银行卡里连1000美元都掏不出来，却在做选择时疯狂反对给富豪加税，誓死捍卫亿万富翁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的权利。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只要商界精英少交税，总有一天这笔钱会滴落到自己头上。时间来到1954年，当年砸真金白银把他送进白宫的共和党大老板们，正眼巴巴地盼着他把前总统罗斯福搞出来的新政遗产，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给废了。在保守派眼里，拿钱给老百姓兜底，这简直是触碰了底线，严重影响了打工人去流水线拧螺丝的奋斗动力。艾森豪威尔表面上疯狂点头，懂，这就办。转头就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大笔一挥，不仅1分钱没砍，反而直接把社保的覆盖网又往外狠拉了一大圈。他签署1954年社会保障修正案，一口气把另外1000万原本没资格领社保的人，比如农民、自由职业者等，全给强行塞进了福利的盘子里，甚至还提高了每个月发钱的额度。不仅管养老，他还盯上了底层的住房问题。同年出台的1954年住房法案，直接掏出真金白银去清理城市的低收入街区，大搞公共住房建设。当然，作为一个能在职场活到满级的千层套路老狐狸，他是个合格的端水大师。把大老板们气得快要掀桌子的时候，他马上扔出一块肥肉安抚一下，签署了原子能法。在此之前，核能这种顶级高科技是军方捂在被窝里独享的绝对机密。艾森豪威尔大门一开，允许私营企业在监管下开发和使用核能，这就等于把原本军方垄断的超级摇钱树硬生生切下一大块分给了商界，民用核电产业就此起飞。华尔街大佬们刚想骂娘，一看到这块淌着油的超级大肥肉，瞬间闭嘴，乖乖喊了声真香。但就在他左右逢源玩转华盛顿名利场的时候，他在1953年亲手埋下的那颗雷终于炸了。那个被他提拔为首席大法官的厄尔·厄伦，这位大哥一拍惊堂木，带着最高法院搞出了个震惊全美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直接一锤定音，公立学校搞肤色壁垒违规。这就等于把南方那些搞了几十年传统隔阂、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老牌保守派全部按在地上摩擦，掀翻了社会阶层的固有格局。消息传到白宫，艾森豪威尔私底下也是直挠头，他骨子里其实是个求稳的人，觉得沃伦这步棋走得太猛，步子迈得太大，一场即将把社会撕裂的平权风暴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到了1955年，政客和大老板们算是彻底看明白了，艾老头这哪是来打高尔夫养老的，这分明是来给底层打工人当榜一大哥的。这一年，他干了2件让大老板心梗，却让老百姓恨不得给他立声词的事。第一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当时的联邦最低工资是每小时75美分，大老板们觉得这价钱挺合适，毕竟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压缩人力成本才是企业家的本分。结果艾森豪威尔大笔一挥，签署立法，硬生生把最低工资标准拉到了每小时1美元。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新上任的 CEO 在一夜之间把全公司所有基层员工的底薪强制上调1/3，董事会估计当场就得跳脚。第二件事，砸烂医药巨头的发财梦。1955年，社会头顶上飘着一朵巨大的乌云，脊髓灰质炎，也叫小儿麻痹症。这病当时大肆流行，专挑孩子下手，一旦感染，非死即残。前总统罗斯福就是受害者之一。就在这一年，医学大神乔纳斯·索尔克终于把疫苗给研发出来了。按理说，如果按照纯粹的商业逻辑玩法，这可是医药巨头们发大财的绝佳机会。救命的药啊，物以稀为贵，把价格炒上天，搞饥饿营销还不是分分钟的事。但艾森豪威尔没给医药大鳄这个趁火打劫的机会，他直接动用自己刚成立2年的 H1W， 调拨巨额的资金，由上头出面统一协调疫苗的采购、监管和分发，不仅下场管，而且一管到底，协助各州推进接种，硬是把感染率给砸到了地板上。到了1956年，这位在白宫里4卷废卷的老头，已经装都不打算装了。艾森豪威尔甩出了一份联邦资助公路法案，要在各地修一条全长4万多英里的洲际高速公路网。在50年代，张口就要砸下几百亿美元去铺柏油路，国会里的政客都觉得这老头疯了，哪有这么多闲钱让你去修奇观？但艾老头是什么段位？他太知道怎么拿捏这帮政客了，直接掏出了一套所有人都无法反驳的硬核逻辑。你们以为我修路是为了让老百姓去旅游的？错，我是为了让你们活命。他一脸严肃地告诉国会，各位，现在可是冷战，万一对面老苏家的超级大杀器砸到华盛顿或者纽约，没有这些宽阔无阻、直线相连的高速公路，城市里的老百姓怎么撤退？军队的装甲车和装备怎么快速拉到阵地？如果遇到空袭，这些平坦的高速路面随时可以作为战斗机的临时起降跑道。这顶生死存亡的大帽子当头扣下，谁还敢拦？拦，他就是拿所有人的命开玩笑。这条路一修，简直是给经济打了一针超级强心剂，汽车工业彻底卖爆了，郊区的房地产拔地而起，连带着路边的汽车旅馆、加油站，甚至像麦当劳这种依托公路文化的快餐连锁店，都跟着原地起飞。如果说修路是基建狂魔的基本操作，那同年出台的土壤银行法就把商界巨头们看呆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严重过剩，粮食多得烂在地里卖不出去，粮价一路狂跌，农民兄弟们眼看就要破产了。按照之前的操作，就是印钱把多余的粮食全买下来堆进仓库。但艾老头直接来了个反向操作，他让上面直接给农民发钱，条件只有一个，把你家的耕地给我空出来，不仅不准种庄稼，还要全给我种上树，种上草，或者干脆就让他荒着睡大觉。一方面把多余的耕地封印起来，市面上的粮食产量瞬间降下来了，粮价稳住了，农民保住了饭碗。另一方面，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顺手搞了一波生态环保和水土保持。1956年这波大招放完，艾森豪威尔把硬件设施拉满了，但他没想到的是，硬件刚升级完，社会底层的系统却快要爆炸了。1957年，艾森豪威尔干了一件快100年都没人敢干的事，强推1957年民权法案。自打南北战争打完，重建期结束以来，政客们为了选票，谁也不敢碰南方非裔群体权利这块烫手山芋。他直接在司法部里硬塞进去一个民权司，专门盯着南方的选举，保护有色族裔的话语权。南方的老牌政客们气疯了，在国会里疯狂阻击。有个议员为了拖延时间，甚至在台上连续演讲了24小时，不吃不喝。但艾森豪威尔硬是靠着手腕把法案推过了线。法案刚过，但总有人打算顶风作案。当时的阿肯色州的州长觉得天高皇帝远，为了拉拢当地的选票，直接调动了全副武装的州国民警卫队，端着家伙堵在小石城中央中学的门口，死活不让9个非裔小童鞋进去上学，就是要抵制艾森豪威尔。这位州长心里盘算，艾森豪威尔平时那么爱喝稀泥，肯定不想把事情闹大，最后多半是发个谴责声明就算了。在艾森豪威尔的世界里，你平时怎么骂我都行，但你动用地方力量对抗联邦的规矩，那就是抗命，就是掀桌子不认人。他先是一纸命令，直接把阿肯色州的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意思就是你们州的兵现在归总统管了，州长你被剥夺兵权了，所以做人千万不要浪。紧接着艾森豪威尔一个电话，直接把陆军最精锐的王牌第101空降师，对，就是兄弟连里那支，给调了过去。第二天，全世界都看到了相当魔幻又震撼的一幕，全副武装的王牌伞兵排成战斗队形，硬生生护送着这9个小孩走进了校门。此时此刻，谁敢拦？到了1958年，艾老头原本在白宫里一边打太极一边控盘，日子过得挺滋润。结果对面老苏家冷不丁的给他整了个大活。前一年底，老苏家往天上发射了一颗叫斯普特尼克1号的人造卫星，这颗球虽然不大，但在众人心里砸出了个天坑。老百姓只要一抬头，总觉得有人在太空盯着自己，上下一片鬼哭狼嚎，觉得老苏家的终极兵器马上就要从天上掉下来了。
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和国会的政客们全急眼了，排着队跑来拍总统的桌子。老板，别装死了，赶紧打钱，我们要造太空战舰，我们要搞星球大战。按理说，遇到这种举国恐慌的时刻，一般的总统早就顺水推舟，大手一挥给军方狂批预算了。但艾森豪威尔就是特务代言人，不走寻常路。他是队伍里混出来的老油条，他太知道五角大楼那帮人的德行了。一旦借着这个由头让他们接管太空，那开支绝对是个无底洞，商业财阀和军工大鳄能把国库给掏空。1958年，他顶着巨大压力签署了国家航空航天法。他没有把太空探索的特权交给军方，而是强行把各路科研团队全给揉捏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纯民用搞科学的机构。表面上他回应了老百姓的焦虑，确实在发力搞太空竞赛了，背地里他直接斩断了五角大楼借机扩权的黑手，稳稳护住了钱袋子。前面说过，艾老头一直想把钱直接砸给底层穷孩子搞教育，但保守派和大老板们死活拦着，嫌浪费钱。这下好了，对手的卫星简直是送上门的完美神助攻。艾老头拿着预饭单，对着国会那帮铁公鸡开始了他的传销式忽悠。各位，咱们这哪是在给穷孩子发福利，咱们这是在造房剧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不会微积分，看不懂物理图纸，谁来造火箭对抗老苏家？不签这个字，你们就是把地盘拱手送人。又一顶大帽子扣下来，保守派们吓得冷汗直冒，乖乖掏钱。就这样，国防教育法顺利通过，巨额资金像瀑布一样砸进了大中小学，专门给那些学数学、科学和外语的底层做题家发奖学金，还给大学生发低息贷款。他硬是给教育扶持套上了一件战备防线的马甲，不仅把大老板们忽悠瘸了，还在不经意间为后来的硅谷奇迹和科技优势囤积了最可怕的人才大军。到了1959年，艾老头在白宫的任期进入了倒计时，一般到了这个时候，基本就是喝喝茶、打打球，准备退休写回忆录了。结果他不但没闲着，反而干了2件不仅改变了物理版图，还重塑了底层职场规矩的大事。在艾森豪威尔接手的时候，版图只有48个州，已经快半个世纪没动过了。他先后签署法案，让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正式建州，成了第49和第50个州。先说阿拉斯加，那是当年花白菜价买来的大冰柜。在冷战背景下，艾老头眼睛死死盯着地图，阿拉斯加隔着白令海峡，对面就是老苏家，把这里直接升级成正式的州，等于在中间砸下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巨型前沿堡垒，顺便还把底下埋着的无数石油和矿产彻底攥在了手里。再说夏威夷，那是太平洋中心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把夏威夷收编，等于是把海上防线直接往外推了半个太平洋。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给底层打工人涨了底薪，扩了社保。按理说，代表工人的各大工会应该把他当活菩萨供着。但到了1959年，情况不对劲了。那时候的工会有些已经变味了，高层领导跟地下秩序的狠人勾结，暗中侵吞工人的会费，搞暗箱操作，甚至用物理手段恐吓普通工人。这帮工会大佬觉得自己手握几百万张选票，连大统领都不放在眼里，横着走，所以工会不管也容易出事。企业老板们跑来找艾森豪威尔哭诉，你看你把工人养肥了，现在他们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所以那些年来，大老板们是感受到了严重的压力，于是艾森豪威尔通过了劳资报告与披露法。这法案给工会高层量身定制了紧箍咒，他强制规定工会的账本必须向全社会公开，每一分钱怎么花的都得查，工会选举必须搞无记名投票，保障每一个基层工人的权利，严打地下狠人渗入工会。一方面，商界巨头爽了，觉得终于出手治了治这帮无法无天的工会头子。这些年从罗斯福开始，自己每晚都要躲被窝偷偷哭泣，这下总算是舒服一点了。另一方面，底层打工人也爽了，因为法案保护的是普通工人的钱袋子，抓的是那些手脚不干净的工会高层。到了1960年，艾老头在白宫的日子真的快要见底了，各路神仙都觉得这下老头总该收拾行李，安安心心准备交接班了吧。但艾森豪威尔临走前还要补上一刀。艾森豪威尔看着南方那些试图钻空子、暗中给非裔选民使绊子的政客，二话不说，直接拍出了一份1960年民权法案。这玩意儿就是1957年法案的威力加强版。南方州不是喜欢在登记表上做手脚吗？行，老头直接引入联邦审查机制，派人下去查你们的账本。还有些极端分子喜欢玩阴的，用物理手段威胁或者暴力去恐吓那些废除肤色壁垒的学校。法案直接规定，凡是跨州搞这种恐吓破坏的，统统算作重罪。1961年初，8年任期正式到站，临出门前，这位老将发表了一场著名的告别演说。也就是在这场演说里，他留下了整个20世纪政坛最深刻也让人后背发凉的终极预言。他在电视上郑重警告所有人，一定要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在决策层中，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获得不当的影响力，无论他们是明求还是暗夺，这种错位的权力一旦崛起，将是一场灾难。同时，他也警惕大家，我们不能为了今天过得舒服，就去掠夺明天的宝贵资源。我们不能抵押掉孙辈们的物质财富，这等于同时剥夺了他们的政治和精神遗产。他这2个警惕都成了日后的现实。1961年1月，艾森豪威尔把白宫的钥匙交到了那个头发浓密、满脸胶原蛋白的年轻小伙子肯尼迪手里。交接完的那一刻，这位71岁的老将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感觉身上的千斤重担终于卸下来了。这8年里，对手天天骂他在白宫里混日子、养牛、打高尔夫。现在好了，退休了。老头心想，既然你们都说我爱摸鱼，那我这次就摸给你们看。
彻底放飞了自我的艾森豪威尔脱下西装，换上农夫的旧衣服，每天的日常就是伺候他那些心爱的安格斯牛。除了养牛，剩下的时间就是打高尔夫。以前打球还得防着记者偷拍，现在退休了，他光明正大的天天泡在果岭上，不仅自己打，还拉着一帮退休的老部下一起打。但他真的能彻底隐退江湖吗？华盛顿那帮年轻政客马上就会发现，当你遇到真正砸场子的危机时，你还是得去请教那个在农场里喂牛的老狐狸。肯尼迪刚上任3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去古巴搞事情，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猪湾事件。他派了一帮雇佣军去惹卡斯特罗，结果因为指挥拉胯，手术两端被人家按在海滩上摩擦，全军覆没。年轻的肯尼迪彻底慌了神，急得像个捅了娄子的实习生。他能找谁救命，只能厚着脸皮坐着直升机飞到格底斯堡农场，去请教那位正在喂牛的退休老干部。老头子像训新兵一样，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你搞军事行动为什么不派空中掩护？你以为打仗是小孩子过家家吗？你的指挥链是怎么制定的？遇到危机谁拍板？骂完之后，老狐狸叹了口气，开始手把手教他怎么收拾烂摊子，对内怎么统一口径，对外怎么在老苏家面前重新强硬起来。经过这次毒打，年轻政客们终于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从那以后，格底斯堡的农场就成了场外求助热线。每当遇到天大的麻烦，直升机就会降落在农场里。1969年3月28日，78岁的艾森豪威尔因心脏病去世。艾森豪威尔一走，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就像决堤的水一样陷入了疯狂。虽然艾森豪威尔退休后天天打球喂牛，日子过得无比惬意，但实际上一直在卷。他临走前发出了著名的警告，让老百姓小心军工复合体。到了60年代，他的担忧彻底变成了现实。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和华尔街的军火大鳄们穿了一条裤子，这帮人为了拿预算卖武器，天天在华盛顿煽风点火，搞得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准备打仗的路上。艾森豪威尔是个打过世界大战的统帅，他太懂战争的残酷了。他晚年最怕的就是这群没上过前线，只知道看报表的年轻政客被军火商忽悠瘸了，把整个盘子变成一台盲目运转的机器。60年代中期，接班的约翰逊开始疯狂往越南派兵，几十万人深陷亚洲的丛林泥潭。艾老头在农场里看着战报，心痛得直拍大腿。他当年在位8年，无数次面临出兵的诱惑，但他死死咬住一条军事铁律，绝对不能在亚洲打一场大规模的大陆战。那是个无底洞，多少人和钱填进去，连个响都听不到。约翰逊不仅花钱如流水，在国内还要搞大规模的福利改革，这叫大炮和黄油，我全都要。艾森豪威尔当年执政8年里有3年硬是扣出了财政盈余。他是个极度看重账本的人，他敏锐地预感到这帮败家子这么印钱，这么借债，财政迟早要崩盘，可怕的通货膨胀马上就要来反噬普通老百姓了。艾老头在那8年主打一个端水大师，拼命在大老板和打工人、南方和北方、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和稀泥。为啥？因为他知道只要内部不乱，外部就没人能打垮你。